有一个地方，一起哭，一起笑，一起闯，找到信任加上陪伴。沿途也许会有挫折，有失落，有迷茫。假使无论走多远，心里都能够取暖。 难道他真的出事了？哎，这位老朋友，你不要这样子说话嘞！你这样说话，我很怕嘞。伯父，sorry。老万，他最近有没有参加什么设计比赛的？他的事哦，我真的不知道了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他最近好像忙着画设计图，说要参加什么比赛的。会不会是参加比赛落选了？对对对，上一次他也是比赛落选了，结果呢，把酒当水喝，哇，还干掉我一瓶中国顾客送我的白酒，整50度的。还有啊，上一次也是比赛失败啦，结果呢，一口气吃了几10个像我手掌这么大的咖喱包。虽然哦，他每次比赛失败哦，都会做一些很奇葩的事啦，可是哦，也没有像这次这样闹失踪哦。万德福是不是在这里工作？哎，对啊，你要找他装修房子啊，不过他刚好不在，你留下电话号码，我叫他联系你。我是来讨债的。好在，哇，全部都是英文哦。真的是万德福哎，借了20万，分6期还30万。哇，利息那么高，你不会去抢哦？说什么？这位大哥，有话好好讲。没什么好讲的，你们叫他快点还钱，要不然不要过来不客气。请你搞清楚，这间公司不是万德福的，你跟他之间的恩怨你们自己解决。如果你不走的话，我们就报警了。八婆，你想跟我斗凶是吗？来啊，看着不要凶！哎，这位大哥，冷静，冷静啊！嘿嘿，我是这里的老板，我叫郝建，给我几天的时间，我一定会叫万德福给你一个交代的，好不好？好，3天，我看你们也不敢耍花样的。又是3天，为什么每个人都喜欢3天，都给3天期限？这个臭小子到底在搞什么鬼？竟然可以欠大耳窿那么多钱！喂，啊，老爸，Number One，我这2天都没有看到他哎。我刚到公司，不是很清楚啊。Number One 发生什么事了 ？Hello，儿子啊，Number One 最近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啊？哎，是啊，Number One 最近是不是很缺钱啊？缺钱？Number One 发生什么事了？他失踪啦，刚刚还有大耳窿找上门呐。哦，刚才那些是大耳窿啊。哎，可是不对啊。如果 Number One 真的缺钱，他应该会向我或者富二代开口，不可能傻到借大耳窿吧？可是大耳窿有他签的借据，他最近没有赌博或者是投资之类的。哦，我们最近买了一些 crypto， 突然间下跌得很厉害，我输了1-2千块，这个富二代输了2万多。Number One 也是有买，可是我不知道他买多少。好了，真相大白了，他一定是投资那个什么 crypto 亏了一大笔钱，结果呢又不好意思跟你们开口，就去借大耳窿了，最后利滚利，没有办法还钱，就拿着陈大明的钱跑路喽。不可能！他不是投机取巧的人，不可能会投资亏那么多钱的。没错，老朋友。不好意思，这位是？哦，我是沈保佑，Number One 的朋友。这是我儿子任平。陈大明的20万加上大耳窿的30万，50万呢。你们放心啦，我儿子做的事哦，我们自己会来承担，不会连累你们的。最多这样了，我把我现在住的房子哦，给卖掉了。Uncle One 不可以哦，租屋 MOP 是5年，你们才在那里住了2年多，还不可以卖。真的哦？哦，新加坡规矩可真多哦。这样吧，我在台湾还有一块地，我马上把它给卖掉。伯父，就算你要卖地，手续也要好几个月，来不及的。老万，不用担心，事情一定可以解决的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找到 Number One。天大地大，我到哪里去找他哦？Number One 不见了。对呀，身边的人都找过了，都没有他的消息。他真的没把钱交给你啊？真的没有。我最后一次见到他，应该就是那一次我们讨论装修房子的事。他
不会拿了那笔钱跑路吧？不可能，我认识他这么多年，他绝对不会这么做的。有句话说，不要拿钱考验人性。一个正直的人被环境所逼，也会做出一些他平时不会做的事。陈大明说，如果3天内拿不回钱，就要去报警了。啊，那如果真的找不到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。你别太担心，我相信事情都可以解决的。我也会准备了。如果他联络你，记得第一时间通知我啊。嗯，你放心，我会的。任品，静静，是你？你怎么来了？我约了任品谈房子的事。你要喝水吗？好，来吧。任品，我问你啊，你手头上还有没有其他适合我的房子？我找过了，很多地点好的房子，他们都超过你的预算。要不然的话，就是无障碍设施做得不够全面。很多房子离学校也是太远，不管是大巴还是大 MRT， 对你妹妹来说都不是很方便。那么说，吉莫那间最适合了。如果不和我弟联名，我能自己买吗？如果你要一个人买房子，必须满35岁。你现在才25岁，你要等10年呢。那我能不能和我妹妹联名？你妹妹还没有满21岁，要满21岁的兄弟姐妹才符合规定。喂，什么事啊？昏迷？嗨，你是雨臻的家人吧？哦，我是她姐姐。我是沈宝佑 ，Double E Production 的导演。不好意思，搞到你弟弟进医院。雨哲怎么和你在一起？他是我们戏里男主角的替身。3、2、Action！ 看 ，Joshua， 表情不要那么僵硬，自然一点。好，sorry 导演。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不可以看到替身的脸了，再来。看 ，Good take，next shot。演员stand by。真的不好意思，我没有及时发现到你弟弟已经撑不下去了。你早就知道雨哲在做替身的事。我还以为你很乖，你为什么跟雨哲一起疯？他不认真读书，跑去打工，还做什么替身？为什么你不早点告诉我？姐，你不要骂妹妹，是要叫她保密。你还敢说？你干嘛要做这么危险的工作？万一你出了什么事，我怎么跟爸妈交代？我只要你好好读书，好好照顾自己，有这么难吗？你都21岁了，可不可以懂事一点？算了，反正我说什么你也听不进去。以后你要做什么随便你，我不管了。姐，哥不是不在乎你，他不是故意跟你作对，也不是不想跟你一起住，他只是不要你为了我们那么辛苦。你们怎么不吃啊？这不是你们喜欢的 fish and chip 跟咖喱鱼头吗？我们在等你。不用啦，你们吃。我吃这个。吃啊，快点快点。约我们吃午餐，自己又不吃，那约我们做什么？无聊。我在减肥，这些东西都是减肥大忌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吃不吃啊？喂，要化妆啊？现在吗？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大概半小时到。
我刚接到工作，得先走了啊。姐，一定要说完啊 ，OK， 拜拜。哦，你会不会觉得姐最近越来越瘦，好像不健康的样子啊？她每天省吃俭用，又不停的工作，当然越来越瘦了。姐工作那么辛苦，我不可以一直花她的钱。我已经在 escape room 找了 part time， 还会接一些替身的工作，还有有机会去劝她别买房子，我怕她负担太重。买房子是姐一直的心愿，难道你就不想和她一起住吗？当然想啦，可是不是现在，至少要等几年，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才来买房子。你选择退学，还是反对我买房子，就是怕我负担太重。干嘛那么傻？我都说了我可以的。你可以，你可以，整天讲你可以。你没有想过我们的感受？有没有想过看到你那么辛苦，我们会开心吗？你为了我们放弃升学的机会，努力工作，就是为了供我们读大学。其实我们心里也是很内疚的。你们不需要内疚，为了你们，我做什么都是心甘情愿的。爸妈走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决定了，我一定要努力，让你们过得好。我最大的心愿，就是让我们拥有属于自己的家。如果我们能住在一起，无论日子多辛苦，我们都一定可以一起度过。刚才我晕倒前的那瞬间，突然很害怕，害怕万一我就这样死掉，你们两个怎么办？姐，我不应该一直让你生气，我应该早点答应让你买房子。对不起。你说的对，没有什么事比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更重要。看到他们那么关心对方，真好。是啊，真羡慕他们有兄弟姐妹。我有2个哥哥，可是没什么好羡慕的。你的事我有听说了。没想到再亲的人也会背叛你。宁波的房子终于卖出去了，well done。搞了那么久才终于卖得出，这样还不要单啊？宁波的房子纵横这么多，你处理得很好啊，应该是我教子有方吧。绕了一大圈，你是在称赞你自己啊？嗯哼。公事解决了，是不是应该处理一下私事？哦，这个很好吃哎，你要 try 吗？不要扯开话题。你跟雷儿要冷战到什么时候啊？怎么？这几天住在家里，打扰到你跟爸的2人世界啊？我们是完全不同世界的人。吉新娘，你别学你爸这样，老是逃避责任。有什么事情要当下解决，不然就变成像我们这样了。你们也没怎么样啊。这几天我住在家里，感觉你们相处得很融洽，一点火药味都没有，反而有一股甜甜的蜜糖味。你嗅觉有问题吗？前一阵子我们都受伤了，互相照顾。如果你们真的对对方没有感情，也不会互相照顾啊，对不对？你记得明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什么日子啊？你真的不记得啊？你们的结婚纪念日啊。虽然你们已经很多年都没有庆祝了，可是老爸的日记里每年还会去做标记。今年你要不要考虑给老爸一次机会，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呢？吃泡面好不好吃？你看，你也在岔开话题。我在说你的事情，反而都过来说我的事。快点吃啊！
院长，有一件事情我想向你道歉。我上次向你撒了谎，说我是 Mr. Sim 的表姐。我知道，其实我打过电话向 Mr. Sim 的父亲查证过。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他。真的抱歉。没关系，我已经忘了这件事情。从你怎么对待 Madam Ang， 我看得出你是一个好人。其实我今天来不只是看 Madam Ang， 我也想把这个送给你。上次不好意思弄坏你的衣服，单据在里面，如果不合适的话，得到店里去换一件。你太客气了啊，你就收下吧。啊，对了，你说你找我有啥？是啊。你看看，这是我租的房子，你看这情况是不是很糟糕？天花板漏水，厕所也有问题。不止这些，衣柜里发现白蚂蚁，洗衣机也坏了。我最近才刚从美国搬回来，对这个环境一点也不熟悉，所以现在真的很需要一个负责任的房屋经纪来帮我。你对房子有什么要求？一定是要新的房子，干净、阳光充足，没有蚂蚁、没有蟑螂、没有壁虎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老婆啊，下来什么大日子要到了，你知道吗？已经被骂了。回来啦，怎么样啊？累不累啊？你想干什么？我不想听笑话。没有，我不是要讲笑话，我只是想问你，你想帮No. 1还债？劝你不要不自量力。不是，我只是想问你，明天有没有空？哎，你看，我们去这里好吗 ？Ring Meeting Workshop？ 对啊，我们可以在那边做我们自己喜欢的款式，还可以在戒指上刻字哎。无端端做什么戒指啊？我没有这个闲情。你看我们的结婚戒指款式都这么旧了，我想弄一对新的。你要不要考虑给老爸一次机会，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？去就去，反正明天我有空。你真的要去啊？你不想我去吗？那好，我不去吧。去，一起去，就这样说定啊！我就去西城。哇，世界上最独一无二的情侣戒指就要好喽！情侣戒？哦，说错了，应该是夫妻戒指，天生一对。老婆啊，等一下我们去吃烛光晚餐，庆祝一下好吗？你还有心情吃饭？No. 1找到了吗？老万找了很多地方都找不到，我也问过几个同行，都说没见到他。哼，那个家伙应该掉进第3空间了。你说得倒轻松。陈大明20万，欠到那30万，你要怎么解决啊？我也不知道。那老实说，我一直有一种感觉，钱应该不是No. 1拿的，可是那个Jason也不可能骗我啊。来，麻烦你。谢谢。干脆让陈大明去报警好了，让警方来调查。不行，万一查到真的是No. 1，他就完蛋了。那该怎么办啊？我是说如果啊，如果拿一点点钱出来，郝建先生，你应该很清楚你自己公司每年的盈利有多少，你自己存款也不多。我是说如果的意思就是还没决定嘛，你不要生气了哦。你们的戒指好了。哦，谢谢啊。哇，好漂亮哦！你看，老婆，结婚周年快乐！来，我帮你戴上。不用了，我只是答应来做戒指，没有说要戴。臭No. 1，你就算死了，也应该托梦给我们其中一个人呐。这样没消没息的，算什么？
老万啊，你想吓死我啊！你才要吓死我啊！哎呀，喝水，定定静。哎呀，这么晚了，你跑来这里干嘛？那个臭小子哦，3天没回家了啦。我在家里哦也是胡思乱想，所以哦过来这里找你聊聊天了。哎，现在找不到 No.1， 我是有家不敢回呀。他到底跑去哪里？郝建啊，我儿子欠的钱哦，我一定会负责啦。只不过哦，我现在的手头有点紧了。你看你那里哦方不方便哦？可不可以借一点钱给我？不是我不想帮，可是我有我的难处。这么大笔钱，我真的没办法。要是3、5万的话，还有可能可以帮你的。好了好了，我明白了。你家里那芝麻哦也是不好惹了。我可以借给你。哎呦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哎，走路没声音的，想吓死我们哦。不好意思，我看到灯还亮着，就自己进来了。Sorry。哎，你刚才说你可以借钱给我。我现在马上就 transfer 给你 ，OK？ 哎呦，不用了啦，不用了。能帮多少是多少。哎呦，真的谢谢你哦，你哦真的是好朋友啦。哎，你们说 No.1会不会真的出事啦？哎呦，你不要吓我了啦！哎呀，这个臭小子哦，到底跑哪里去了？到现在还不出来。如果一不小心关上整座城市的灯光，是否有个地方照亮心房？这里有闪你目光和温暖的肩膀，还有相互支撑的力量。如果不经意间暂时写下了心房，是否有些话你一直想讲？哦，也许他不太擅长表达快乐悲伤，感动却从